什么事儿这么伤心？爸爸想让爸爸抱了是不是？就开心了。哎呀，好啦，就好了。那你再坐会儿啊，再坐一会儿吧。再坐会儿啊。来，这么快吗？就哭了？怎么还低头哭呢？低头哭呢？哎呀，伤心呢。哎呀，就是想抱抱，是不是？嗨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社长带你看日本。大家好，我是社长刘洋。前段时间啊，中国开放了3胎，这个消息闹得沸沸扬扬，网络上各种段子满天飞，很多朋友就来问了，社长，你对中国这次开放3胎有什么看法呢？总的来说啊，社长当然是挺失望的，但失望的点并不在于进一步开放计划生育啊，毕竟确实现在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。失望的点啊，在于为什么是放开3胎而不是趁机全部放开呢？难道过几年还要放开4胎吗？另外，催生的福利配套在哪里？百姓并不贪啊，给钱给房都可以啊，毕竟生的全都是祖国的韭菜嘛。不好意思啊，都是祖国未来的韭菜嘛。还有啊，你们要累死独生子女的80、90后吗？上面要养4个老人，下面要养3个孩子，将来还要看9个孙子。妈的，社长不干啊，社长躺平了。话说回来啊，其实不仅是中国，在全球很多国家，人口老龄化、生育率低都是躲不开的问题。日本就是个典型的代表。为了鼓励年轻人们生孩子呀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福利政策，涵盖了从怀孕到生产再到医疗和教育的各个方面，可以说是花样繁多，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啊。今天社长就来聊一聊日本那些生娃养娃的福利，一起来看一看他们为了催生到底有多拼。要说催生的福利啊，那就得先从备孕开始说啊。很多新婚夫妇会说，不是我们不想生孩子，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，没有办法要孩子，嫌房子小是不？日本政府已经替你想好了，内阁府在2018年推出了结婚助成金，专门用于新婚家庭的搬家费、新房子的礼金、押金以及第1个月的房租，最高可以拿到60万日元，差不多有3万多人民币呢。新房子有了，身体不行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好办，政府也包治。对于不孕不育的年轻夫妇啊，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实施了治疗支援计划，无论夫妇俩的收入如何，只要接受不孕治疗，就能获得共计6次，每次30万日元的补助。治疗内容包括了不妊症、不育症的治疗、体外受精、人工受精以及显微受精，只要是能想到的治疗方案啊，都不会放过。为了能让年轻夫妇们怀上孕啊，日本政府也是煞费苦心呐。备孕问题解决了，就到了怀孕的环节。当孕妇确认自己怀孕并且听到胎心以后啊，就可以到当地的区域所领取一本叫母子健康手账的东西。刚刚怀孕的准妈妈都是既激动又不安的，所以领取母子健康手账并不仅仅只是得到了一个手册，这更是证明了今后你和你的孩子将得到一系列的照顾。这本母子健康手账上面啊，会记载从母亲怀孕开始一直到小孩6岁为止期间所有的健康检查的记录，还有各种实用的育婴知识供妈妈们参考。在领取母子健康手账的同时啊，孕妇还会收到一本孕妇健康诊查受诊手账，主要是记录每次孕检的数据。另外啊，日本从2009年开始就实行了14次的孕检免费制度，所以说孕妇还可以拿到14枚公费负担的诊查券。有了这个诊查券以后啊，基本上就覆盖了大部分的孕检项目，只有很小一部分才需要自费。另外还有一本叫预防接种手账，记录了孩子所有的疫苗接种信息，大部分的疫苗呢也都是免费的。除此之外啊，孕妇还可以在区域所领到一个带有孕妇标志的小挂件，你可以把它挂在你的包上，即便是你在怀孕的前期还没有显肚子的时候啊，别人一看到这个挂件呢，就知道你是一个孕妇。有人可能会问了，这是做什么用的？当然啊，比如说在公交车上，有人看到了这个挂件呢，就会给孕妇让座。但是更重要的是啊，当孕妇发生了什么危险，晕倒在路边或者怎样的时候，救助的人员啊就会立马知道你是孕妇，也就会避免使用一些射线啊，或者说影响胎儿的药物。辛苦怀胎了10个月，到了准备生产的时候，日本在这方面啊同样舍得砸钱。日本的医院呢分为公立和私立，公立医院的平均生孩子费用是40万日元左右，也就是人民币2.4万左右。私立医院要贵一点，差不多是50万到70万之间，也就是人民币3到4万左右。
私立医院相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啊，环境和服务呢肯定要好一点的。但是如果说家里有矿的朋友想要接受更高规格的服务的话，那价钱上就上不封顶了。毕竟日本的服务是世界闻名的。一般来说，在日本的医院顺产的话呢，需要住院5天；剖腹产的话再多加1天。这个时候，日本政府会把生孩子的补助金打进医院的账户。这个补助金啊，叫做出产育儿一时金，有多少钱呢？每个孩子是42万日元，差不多就是 cover 掉了公立医院的花费。私立医院的话呢，自己可能还得再掏一点。但如果说是双胞胎的情况啊，就能拿到84万日元的补助金，基本上就等于生完孩子还能再赚一点。注意啊，只要是怀孕4个月以上之后，无论是孩子出生还是流产、早产或是死胎啊，都可以拿到这笔补助金，这还是非常人性化的。然后就是产假了，日本的产假为98天，也就是产后6周到产后8周。在此期间，产妇是可以正常拿工资的。但如果说你的公司无法支付这个期间的工资的话呢，你还可以向日本政府申请出产首当金，每天可以拿到你工资日薪2/3的津贴。换句话说啊，假设你每月平均工资为30万日元的话，那你总共可以拿到65万日元的产妇津贴。另外，在产假期间，后生年金和社会保险啊都是可以申请免除的。注意啊，刚刚说的是产假，休完产假呢，你还可以继续休育儿假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规定，女性在生产完后可以获得1年的带薪假期。休假开始的半年内啊，可以领取67%的工资；半年之后呢，可以领取50%的工资。如果孩子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上托儿所的话，假期最多可以延长到2年。同样，在此期间，后生年金和社会保险也都可以申请免除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不仅是妈妈可以休假，爸爸也是有育儿假的。为了减轻女性独自育儿的负担，促进生育，日本政府从2015年就开始呼吁给男性放育儿假，并在育儿看护休业法中明确规定，男性也同样可以获得最长2年的带薪假期。这超长假期在全球来看也都是遥遥领先的。有多领先呢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9年发布了一个关于世界育儿支援政策的报告。报告根据可获得产假和育儿假的天数，并考虑补贴对薪金占比等因素，换算出相当于全额发放工资的天数。据计算啊，日本男性能够获得相当于30.4周的假期，第2、3名的韩国和葡萄牙为17.2周和12.5周。但有趣的是啊，虽然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育儿假制度，但是日本男性的休假率只有不到5%。看来日本男人啊是真的不爱回家带娃。除此之外，孩子长大的过程中，从出生之日到初中毕业，每个月都能领取一笔叫儿童首当的补助金。不同年龄段呢，补助金的金额也不同。3岁未满是每个月1.5万日元，3岁以上的小学毕业生的话呢，前2胎是每月1万日元，第3胎开始每月1.5万日元，然后初中学生啊，一律是每月1万日元。社长算了一下，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初中毕业，一共能从政府那里领到198万日元的补助，差不多是12万人民币左右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吧。另外，孩子在生长发育期间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痛，这时候呢，医疗的福利就显得尤为关键。社长之前有做过日本医疗的视频，相信看过的朋友啊，都对日本的医保制度印象深刻。社长就收到很多留言说，在日本看病简直便宜得令人发指。别急，更丧心病狂的来了。日本针对儿童还推出了儿童医疗助成制度。简而言之啊，就是儿童在就医的时候呢，在医保的基础上还能获得额外的补助。比如我女儿每次去看病时啊，就诊费也就不到500日元，差不多是30人民币。注意啊，这还包括了所有用药的费用。说完了医疗，我们再来说一说教育。日本把教育呢看作是立国之本，自然在教育方面的福利啊也就毫不手软。日本的观念是啊，孩子的教育不应该是家庭的负担，培养下一代呢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情。这点社长也是非常的同意啊。那么日本政府是怎么做的呢？2018年，日本的文部科学省，也就是相当于咱们的教育部，提出了育儿教育和保育免费化。新法规规定啊，所有3到5岁的儿童以及贫困家庭的0到2岁的儿童都可以进入政府认定的保育机构，享受免费的教育或者说是托儿服务。就拿社长家的孩子举例啊，我女儿现在是6岁，她上私立幼儿园的时候，中班开始就赶上了这个政策，每个月只需要交几千日元的伙食费和杂费就可以了。社长虽然不缺这点钱啊，但是想想还是挺开心的。说了这么多生娃养娃的福利，那可能又有朋友好奇了，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是否能享受呢？
社长在这里可以告诉你，只要你是在日本长期居住，拥有合法的在留资格，比如说留学呀、工作呀、投资经纪公司啊，这些都算。即便你是外国人，你的孩子也可以享受同样的福利，跟日本本地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讲到这里呢，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日本是如何举国花式催生的。社长不由对比起了咱们中国啊，三孩政策是开放了，但是配套的福利政策呢还没有跟上。就像有一些网友说的那样，养猪的时候啊，如果猪不下崽儿了，就应该去猪圈看一看，是不是猪圈太小太挤了，是不是卫生条件差了，是不是猪压力太大了，而不是一个劲儿的给猪下文件，对吧？命令它下崽儿。然而，就算日本有着如此逆天的生娃养娃福利，依旧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。不得不说啊，生孩子的确是个世界性难题。无论如何，福利引导、主动权呢都在人们自身。但正如没有孩子的安倍晋三所说啊，生不生孩子呢要交给本人来选择，也应该交给他们本人来选择。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为那些想生孩子的人创造适合生育的社会环境。话到这里啊，社长想起自己的女儿和儿子，生娃养娃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社长建议大家早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。我是社长刘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